概是50几年的事情了。说那个时候柯大爷27、28岁的年纪，村里边呢没有电，夏天的时候这村民们都会跑到村口的那个打谷场凉快，也有挺多人呢喜欢在那儿睡觉，包括柯大爷。那天夜里天气出奇的热，村民们所居住那个土坯房就跟蒸笼似的，柯大爷就带着5岁的女儿跑到打谷场凉快。由于这天呢打谷场的人太多，所以呢柯大爷就找了个人少的地方。等第二天柯大爷醒来，发现睡在自己身边的女儿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只鞋子。这柯大爷就四处寻找，后来呀在一处石砾子里边找到了女儿。一看，柯大爷当时就疼疯了。原来石砾子里只剩下了女儿的一个头颅和一只脚啊。那个时候人烟稀少，野生动物也很多，豺狼虎豹什么的经常出没。从现场留下的动物毛发判断，咬死女儿的应该是狼。狼是一种聪明的动物，有高度的智慧和等级，而孤狼的智慧是更高的，因为一般的孤狼都是被狼群赶出来的老狼或者是狼王。孤狼的智慧很高啊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捕不到猎物，于是就想办法到村里边去袭击家畜，有时呢也会去袭击人类。柯大爷伤心欲绝呀，埋葬过女儿之后，发誓要活剥了这头孤狼。这想当年柯大爷也是一条汉子，双臂一晃也有300斤的力气，于是呢就决定用自己去钓狼。也就是说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做赌资去给女儿报仇。这村里边发生了狼吃人的事件，于是不管多热的天，村民都不敢再去打谷场睡觉了。话说这天晚上，柯大爷在村里边找来了几个要好的伙伴，让他们拿上家伙躲在这个暗处，只要自己这么一喊呢，伙伴们就出来打狼。今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风，满天的繁星，不知名的虫在这个草丛里边簌簌的叫着。柯大爷抱着席子来到打谷场，再次来到那天女儿出事时睡觉的地方，将这个席子一铺，柯大爷睡上了。说是睡，柯大爷哪能睡得着啊？他就是在那儿闭着眼等着。这虽然这心里边很是急躁，但是躺在席子上却不敢动一下，因为他怕把狼给吓跑了。到了后半夜，柯大爷就听见窸窸窣窣走路的声音，虽然那声音很小，但是柯大爷还是听见了。偷偷的眯着眼睛一看，果然来了一个如同大狗一样的家伙，这2只耳朵直竖着，猩红的舌头伸在外边，借着星星的光亮，柯大爷清楚地看到那头狼发着寒光的尖牙呀，2只眼里边散发着忧虑的光芒，更是吓人。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。这为了给乖巧的女儿报仇，柯大爷躺在席子上是一动也不动，心里边默念着对狼仇恨的话语，也用来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。而那头狼并没有立刻奔向柯大爷，而是围着他不断的转圈，还不时的撒出一些尿液来，以示这里是自己的领地。大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头狼终于来到柯大爷席子跟前，从脚部开始闻了起来。说实话，柯大爷有脚气，这顶风都能熏出半里地来。那头狼一闻可能是味道挺对路啊，于是就从脚开始舔了起来。舔着舔着，这狼舌可就逐渐舔到了柯大爷的脖子。也许他看柯大爷还是不醒，于是张开大嘴奔着脖子就要下口。柯大爷一看呢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猛地伸出2只手，一下子掐住了那头狼的脖子，大声呼喊：快来打狼啊，都快来打狼啊！这柯大爷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看样子把那头狼也吓得不轻啊。这都要下口准备开饭了，不但没吃上肉，怎么还被人掐住脖子了？于是就拼命的挣扎想跑。这打谷场上，一个想跑，一个想抓，于是这一场人狼大战开始了。不过呀，这场大战必定吃亏的终究是人。这柯大爷虽然是2只手死死的掐住狼脖子，但是却管不住那狼的4只尖爪啊。等躲在暗处的几个伙计赶到的时候，这柯大爷的肚皮已经被挠烂了，肠子都露出来了。可即使这样，这柯大爷死死的掐着狼脖子，就是不撒手。大家伙上前一顿乱棍将这个狼打死。
在众人的帮助之下，将那个柯大爷露出那个肠子塞回了肚子里边，用衣服包着肚子，紧急送到了乡里的卫生院。也许是老天垂怜吧，这柯大爷竟然救活了。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，不得不说这柯大爷能够活下来真是个奇迹。3年之后，柯大娘是又怀孕了。然而幸运之神却没有再次光临。记得柯大娘生孩子那天晚上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夜。就在柯大爷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雪将接生婆背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柯大娘已经不行了。后来柯大爷一直都危在娶妻。